大家好，接续上部影片呢，软梗蒜青已经长出嫩芽了比较干燥的位置呢，生长的速度出现较为缓慢的现象再度将土壤浇透后呢，若只是要种植大蒜、蒜青呢，就不用再盖上黑网了，因为没有覆盖稻草保湿呢，补充水分的频率会增加一些不过只需要看到土表干了再浇水即可这在台湾入冬后呢，就可以长成并不便宜的大蒜了。受疫情的影响呢，今年就连青葱都一直维持不低的价格依照这样发展呢，过年时呢，大蒜也很难便宜才是蒜青在台湾种植时呢，通常是直接整株拔起而不会只摘取茎或叶片食用毕竟呛辣的味道呢，是来自于它的球茎但若是要让它的茎与叶片呢，可在平时轻松入菜那就可以继续盖上网子，减少光合作用这样日后长出的茎会更为细嫩而且呈现黄白色比较容易理解的菜呢，就是类似韭黄蒜黄采收的方式呢，并不整株拔起而是采用反复割取的方式只割取它的嫩茎与叶片蒜黄拿来替代韭黄就会比较常见的蒜黄在家常菜就可以拿来入菜了，炒肉丝炒鸡蛋或是虾仁就会比较常见了。料理方式呢，请再自行搜寻相关影片个人在此呢，就不再献丑补上厨艺了浇水的过程呢，有发现拿瓦就在一旁的七里香下盯着猛看吗？这七里香的位置呢，算是犬家必争之地陆续可以不断发现双犬趁虚而入的景象。Goffy 终于等到可以登场的机会了不过黑狗在摄影中有个先天的劣势阴暗处呢，看起来就只有黑黑的实在很难上相它就只能靠自己用沙土化妆看有没有机会粉墨登场眼前使用的这些瓦片呢，本来是用来控制蚯蚓出没的位置这暂时挪用来支撑的用途算是还不错的选择由于瓦片有一定的重量加上只要撑住很轻的网子简单固定拿来使用就绰绰有余了。慢慢的让瓦片摆设在镜头面前呈现只是想告诉观众朋友一件事手边任何的素材都可以拿来尝试这笨重的瓦片呢，已经从防虫网、种植草又变成菜床与支撑架的使用方式瓦片虽然笨重但是笨重也有笨重的好处就端看个人的想象力与需求了。这样简单的搭设呢，瓦片的重量就变成了极大的优点不但牢固之外呢，瓦片与瓦片的缝隙也可以用来夹住黑网目前看起来的造型呢，是不是相当有趣？接下来的动作呢，是要让蒜青转成蒜黄的重要过程这得继续盖上黑网。如果只是要种蒜青、大蒜，就不用进行覆盖。进行覆盖的原因呢，是要降低光线，减少光合作用。光线穿透尽可能越少越好很多菜呢，要种的细嫩呢，都会用不同密度的网子盖住了。但并不是所有的菜呢，都可以完全将日照全部遮住少了日照呢，有些菜生长的速度会变得缓慢所以并不是所有的菜都适用蔬菜细嫩呢，或是生长速度要找到平衡点有些菜不需要日照直射只需要侧光就可以提早种植这也是设置反季节种植区的原因近日会加速呈现降低日照的效果了。
目前结球莴苣也已经提早进入结球的阶段了，而菠菜呢也已经快要进入采收的阶段了哈。顺道提醒一件事啊，经过反复多次测试呢，前院露天的空间现在的气温，有些菜已经可以开始种植了。对菠菜种植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呢，也可以开始出手了哈。在此附上本地的天气预测温度了，提供给观众朋友自行参考。在即将覆盖完成时呢，出现了插曲哈。个人种植的无给值顾问团之一呢出现了，不但是无给值哈，还免费无偿提供了软硬梗蒜头的来源啦。双犬立马前往迎接哈，对于生长的现况呢，也提供了评价。关于建议与评价呢，暂时放到下部影片的插曲啦。网子覆盖完之后呢，补上了禁止进入的标志啦。Goffy 看到了这标志哈，直接大失所望的在七里香下躺平啊。既然提到了七里香与遮阳效果哈，就顺道来看一下这七里香神奇的吸引力啦。本部影片的拍摄过程呢，应该可以发现哈，双犬一逮到机会呢，就会往这个角落躲了。不知是否觉得自己在阴凉处休养呢，也可以长得更为快速强壮哈。不过在这树下睡觉，除了凉爽之外呢，还有自行挖出符合狗体工学的舒适床位哈，而且花开这么多啦，肯定是可以睡得很香哈。一睡觉啊，最后来看一下哈，硬梗的蒜头进度了。眼前这是第二波种植的蒜头哈，下方埋有中药渣，充当有机质啊。诚如反复测试过哈，中药渣煮熟生成掩埋后呢，发酵过程并不会影响到作物的生长啊。目前这两区的种植呢，除了浇水之外哈，并没有再多做任何的措施啊。而这是更早约10天前种下的蒜头了。采用的则是传统的家庭种植方式啊。这硬梗的蒜头呢，叶片的颜色会更为深绿哈，内部还有自然长出的川漆啦。凡种过必留下痕迹，就是这样哈。时间到了呢，就又会自动长出幼苗了啦。川漆种植草呢，看来得加紧赶工了。谢谢收看。